极品白尾雌蛇还是罕见异孕体？我出500万，我出8000万。你真要拍他？说好做我少主位就娶我。长老令，3月内带回能生育的雌性，否则传位给我弟。你就是想娶她，有种就点天灯拍他，选他还是选我？点天灯开龙。我是蛇族稀有的异孕体，3年前救下的伤者，竟是如今买下我的人。其实我挺后悔的，当初我不该和阿雅赌气，选择把你从拍卖会上带回来。现在看来，你也不过是个能生孩子的普通女人罢了。而我的阿丫，却因为我这一时的冲动，独自受了那么多年的苦。苍玄，你离不开我的。谁说的？我已经派人去接阿丫了，明天她就会搬回这里。要不是你是异孕体质，能给苍家延续血脉，我根本不会多看你一眼。放心好了，毕竟你已经为我生下了孩子，我是不会赶你走的。该给你的待遇1分都不会少。正好苍兰下个月回国，她一直一个人住，也缺个人照顾。等她回来，你就搬去她的公寓吧。她性子温和，会好好待你的。苍寻，你明明知道他的心意，却还是要把我推给他。你是真的不在乎，还是觉得我可以随便被安排给任何人？您确定要把琥珀女士的配偶登记变更为苍兰？一旦生效，无法单方更改。确定。我未婚妻刚回来，要赶紧带她回去安置。有些人啊，就算拼了命生了孩子，也终究是个外人，能有个名分安身，就该知足了。3年陪伴，终究抵不过一句“我等了你3年”。当年你当着全族的面带走他，那些人笑了我半年。那年冬天我发烧7天7夜没人管，落下了病根。我烧糊涂的时候，满脑子都是你。以后再也不让你受苦了。原来我和孩子从来都只是他的意外，从今往后两不相欠。他每晚把我抱在怀里的时候，说的明明是别走，现在他可以对另一个女人一个字就抹掉这一切。苍玄哥哥，你看他还不死心呢。苍玄哥哥，我有点头晕，是不是又犯旧毛病了？我带你回去休息。琥珀，既然你想搬就搬过去吧，别往心里去，我们还是一家人。一家人，从头到尾，他的温柔和偏爱，从来都不属于我。原来我留在这间屋子里的所有痕迹，在他们眼里都一文不值。让让他吧，是我对不住他，闹点小脾气正常。坏了什么我赔你。不用了，我回来就是收拾东西的，今天就搬出去。好了，现在你可以去收拾了。当初他亲手为我种下的这些花，说要岁岁年年常开不败，护我岁岁平安。如今人非昨夕，花再繁盛，也全部都没意义了。苍玄哥哥，这个花好丑，我不希望我们的花园里面有它。阿雅喜欢什么，我们就种什么。这种东西也敢亮出来，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靠这些旁门左道死死缠住男人赖在苍家不走的是吗？人都留不住了，几件衣物，一片花海，又算得了什么？物是人非，我早就不在乎这些了。
我一直以为这3个孩子是他最后的底线，是我们之间仅存的牵绊。原来从我到3个孩子，我们所有人加起来也抵不过阿亚的一声故作柔弱的尖叫。苍寻，别让他再砸了，我自己收拾，我全部带走，一点都不留。你心疼了，心疼他的孩子，对不对？你嘴上嫌弃，心里根本放不下他。我没有。当初说好了要带我走，结果呢？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高价带走了他。那些女人笑话了我整整半年。后来没人愿意要我，我只能给人打工做兼职。有一年冬天，我发烧烧了7天，躺在床上想的全是你。你呢？你是不是正搂着别的女人，早就把我忘了？苍寻，我们以后也会有孩子的呀，我可以生好多好多。你别再看别的女人了，我求求你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有你了。别哭了，我都听你的，好不好？没事的，宝宝。阿雅不舒服，我来看看你。巫婆，我不是故意的，我……不要这样，我承受不住。你本该回到阿雅身边，她才是最适合你的人。你们在干什么？是他勾引我！不是，小可爱！我让你勾引！阿雅，够了！怎么，你还要护着他？刚才你是不是还对他动了心思？你说呀！大家都来看清楚，这个女人不知廉耻，苍寻早就不要她了，她还死缠着不放，千方百计勾引纠缠苍寻，不要脸黏着男人。看着挺安静的，没想到这么会纠缠。苍氏大瓜啊，前女友死缠烂打勾引人家现任男友。你不是最会勾引人，最会装可怜留住男人吗？今天就让大家看清楚你的真面目。难怪苍总之前护着他，原来是很会讨好男人。没身份没家世，只能靠这种方式留人，真难堪。出身普通还带着孩子，不肯体面退场，只会纠缠勾引。所有人都看明白了，他就是死勾引纠缠苍寻。苍寻早就厌烦他了，他还赖着不走，非要破坏别人，不给他教训，他永远不知悔改。住手！你谁啊？多管闲事！
再动他一下试试。走，苍家的事儿别掺和。你就看着他这样对我，你不说句话吗，苍雪？琥珀，我送你回去。别怕，以后不会这样了。爸爸，靠近点好不好？抱歉，爸爸不是故意的，别害怕爸爸好不好？你还好意思摆脸色？心里是不是又惦记琥珀了？你是不是想赶我走？苍雪，我倒要问你，到底爱不爱我？爱我就不能为我安分一点吗？我没有不爱你，只是有些事我需要弄清楚。有什么好弄的？我跟你说的都是真的。当年就是我救了你，照顾了你，你可不能忘恩负义。突然想起当年住院时候，我有枚重要的银扣，只是时间太久记不清样子。有的，我记得有这么一枚银扣，千真万确。它是什么样子？这模样我当然记得，就是似乎是方形的款式。对，就是方形的，边角磨圆了的方形银扣，我记得清清楚楚，一点没错。你一直都在骗我。我没有骗你，都是假的。苍雪，你相信我，别信他的鬼话。那个总是默默待在角落，满心满眼都是他的人，已经彻底离开了。好了，这下就算是登记完成了。那个律师，苍寻要是回心转意了，不能再把琥珀要回去吧？放心好了，只要你不同意，又或者是那位女士也没有想要回去的想法，天王老子来了都不好使。琥珀，你不会再想回去吧？不会的，怎么可能呢？那个家，那个人，早就在我心里死了。等一下，你刚才是不是在说我以前烦？我那时候只是给你送点吃的，又没干什么过分的事儿，你不能嫌我烦。只是，我能不能带着孩子们一起跟着你？如果不行，那我可不可以每周去？行啊，我没说不行。吓死我了，琥珀！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就这点小事儿，律师，琥珀的那3个孩子也放到我的名下呗。嘿嘿，白捡3个孩子。苍寻他年轻的时候出过车祸，是阿姨给他送过药，他以为那是他的救命恩人。我知道他一直放不下这个，但我不是他，我不知道什么救命恩人，我只知道你是我第一眼就喜欢的女生，从那时候起就在偷偷喜欢你了。你放心，我不会像苍寻那样。苍寻，别送走我，我求求你！把阿雅从我配偶栏里划掉，琥珀重新加进来。苍寻，我刚签完字，琥珀已经是我的配偶了。走吧，我想去接孩子。事儿就是这么一个事儿，我们还有急事，得赶紧走了。琥珀，别走，我什么都知道了。当年为我包扎伤口的是你，不是阿爷。我一直认错了人，这一切都是个误会，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回来好不好？
我不会碰你们的。你们什么时候愿意理我了，我再跟你们玩。你睡床，我给你多铺了几层毯子，应该不漏。你为什么不？琥珀，我知道苍寻是怎么对你的，我不是他，我不要你用身体换我的保护，我要的是你哪天愿意对我笑，是真心实意的。你放心吧，我虽然以前悄悄喜欢你，但从没想过要欺负你。睡吧。他还在外面。我以前怎么没发现苍寻是这种讨人厌的性子，比我当初还烦。你也知道自己当初有多烦，那能一样吗？我那是光明正大的追求，我每次都给你送东西，你可从来没骂过我。他这是跟踪，是骚扰，不行，我今天非得下去把他骂走。别去，你去也没用。我去吧，我只是找他说点事儿。他已经很久没有在我面前失控了。我该去了结这件事。琥珀，别来了，你来这里又能干什么呢？当初你主动把我换出去，就应该会想到会有这一天。阿雅，我送走了。我全都知道了，当年为我包扎伤口的是你，不是阿雅。你给我整理花园的时候，你说要给我织围巾的时候，你生孩子的时候咬着牙没有喊痛，每一个画面我都记得，可我却认错了人。我为了一个谎言，伤害了你。琥珀，我不求你原谅我，我只求你恨我，你骂我吧，你打我一顿也行，就是别这么冷静，别这么看着我，像看一个……我不记得了，我做过很多事，但那些都不重要了，苍寻，因为你喜欢的一直都不是我，而是那个为你包扎过伤口的人。是我还是阿叶，对你来说有区别吗？再打我一下，明天就不给你们买冰淇淋吃。琥珀！琥珀，你醒了！我们要有孩子了，琥珀。呀，你这么好的身体条件，上次一下生了3个，都快把那些太太们羡慕死了。这次也应该不遑多让吧？怎么，上次是不是这位先生？还是我记错了？我就说嘛，你站那么远干什么？你太太还在这躺着，赶紧过来啊！这怎么回事？我说错什么了？跑得倒快，怂货！琥珀，你会心疼他吗？不心疼。苍兰，我对他已经没有恨了，自然也不会有心疼。他就像一块挡在我面前的石头，曾经绊得我头破血流，但现在我已经绕过去了。
我只会看着前方的路，看着你。琥珀，我真怕你还……我也要爬！你看我比你高，还抓住他的头发。哎呀，好了好了，不要！我去开车。是急性的病毒感染，来势汹汹，需要一种进口的特效药。最近一家有库存的药店在郊区，但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关门了，只能等明天早上从外地调过来。我知道有个地方可能有，等我回来。我找不到，我把能找的药店都找了，没有，都没有。苍兰，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在公寓走廊里，你蹲下来给我披衣服的时候，你对我说了什么吗？琥珀，别哭了，以后不会这样了。在所有人都站在远处看我的笑话的时候，只有你走过来。那盒药是谁送来的不重要，你跑了一整夜，你的手都磨破了。你不是没用的男人，你是这世上最好的。我去给你买早餐，医生说你怀孕了，要多吃点儿。你来干什么？滚！我只是想看看孩子。我听说他病了，现在好些了吗？爸爸，是爸爸呀！连孩子都开始亲近他了，你呢，琥珀？你是不是也心软了？苍兰，孩子已经好了，你的手也该换药了。你已经尽力了，为了救孩子，你差点跑断了腿。我怎么会觉得你没用？可最后救了孩子的是他，他甚至都不用露面，就能轻而易举地做到我拼了命也做不到的事。他是在炫耀琥珀，是在告诉我，你和孩子，他随时都能拿回去。他不是在炫耀，他是在赎罪。他欠的，他在还。但这不代表我就要回去。你还记得吗？你第一次给我送东西的时候，是你自己烤的饼干，烤糊了。我拿到的时候，饼干还是温的，盒子底下沾了一小片烤焦的碎屑。那个时候我就想，这个男人和阿寻不一样。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要的事儿，是我没本事。你有，你跑了一整夜，你的手都磨出血了，那些伤口比他的药值钱10000倍。明天还要上班，别迟到了。
真是好手段，刚被苍寻甩掉，转头就攀上了苍兰。可不是嘛？你看苍兰现在那样子，魂儿都被勾走了。他那肚子怀着苍总的孩子，心里还惦记着苍寻总，真是不要脸。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我警告你，再让我听见一句对琥珀不敬的话，就去人事部办离职。李太太，琥珀是我娶回来的女人，孩子是我的骨肉，我不会就这么放弃。她已经是我的女人了，你送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个。离我的家远一点，离我的女人远一点，离我的孩子远一点。我只是给我的女人和孩子送些东西，有什么问题吗？你的女人，你的孩子，你抛弃他们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他们是你的？现在他们是我的，跟你没有半点关系。我每天晚上都做梦，梦里我接住了那个婴儿床，梦里我没有说那句他勾引我，梦里孩子们叫我爸爸的时候我在听，可每次醒来都是空的。那些东西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我自己。我不送点东西我会疯。这是北风集团的内部资料，他们最近在暗中收购苍氏的股份，我已经查清楚了。这些信息你们用得上。下次送东西放在门口快递柜里，别放门口，孩子们每天在那里玩。你没长眼睛吗？眼睛当然长着呢，不然怎么能看见？有些女人啊，就是不甘寂寞，放着安稳日子不过，非要把公司搅得天翻地覆才开心。我就不明白了，苍寻那么优秀的男人你都不要，你到底想要什么？上次北风集团恶意收购的时候，要不是苍寻留下的资料，苍氏早就易主了。你倒好，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两个男人的保护。苍总，出大事了！北风集团联合了2家海外资本，对我们发起了恶意收购。他们已经在2级市场秘密收购了我们15%的股份，加上几个小股东已经被他们收买。通知所有董事，3日内不得减持，启动反收购预案。另外，去找苍寻，他在北风那边有眼线，我需要他手里的情报。琥珀，害怕吗？不怕，因为有你在。等爸爸赢了这一仗就回来，你乖乖的，别提妈妈。把南方区的渠道资源全部收拢，暂停所有非核心项目的投入，把现金流全部抽回来护盘。北风想靠砸钱砸垮我们，那就跟他们耗。苍总，
我们这么做会牺牲掉3个季度的利润，而且董事会那边利润没了可以再赚，公司没了一切都完了。董事会那边我去沟通，你只管执行。北风的资金链撑不了多久，他们的境外资本都是快钱，拖1个月他们自己就会乱。这是北风最近的操盘记录，你照着这个，在2级市场上跟他们做对道，把他们的吸筹成本抬起来。我要让他们每买1股都疼1次。小子，敢查我们老板的事儿，活腻了！不是为了你，是为了他。他上次在公司危机的时候帮到过我哥，我哥差点被北风集团陷害，背上泄密罪名，是苍寻提供的证据救了他。苍太太，跟我们走一趟吧，我们老板想请你喝杯茶。你要是不配合，这些视频发到网上，你猜苍氏的股价会不会跌停？别过来！你们是北风的人，给你们老板打电话，告诉他3年前在境外做空苍氏股票的流水记录，我手里有一份完整的，还有他上个月收买苍氏小股东的通话录音。如果明天开盘前这些东西出现在证监会的邮箱里，你们猜他会怎么样？苍寻先生，为了摆平这件事，您已经动用了所有可动用的资源。根据目前的情况，您名下仅剩的几处房产和投资都将被冻结，而且您的腿，医生说需要再次手术。知道了，你们走吧。你为什么不早说？那些资料你可以直接给我。我说了，你会信吗？他救了我们，不止这一次，之前的那些情报也是他给的。我知道，我只是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他伤害过你和孩子们，但他现在又是这个样子。手术顺利，但他的左腿膝盖以下已经无法保留，后续需要长期康复治疗，费用不菲。我来安排他的康复费用，用我自己的钱。
苍兰，你是现在的当家人，这件事你来定。在商业危机中，苍寻提供了关键情报，保护了苍氏免受恶意收购的灭顶之灾。这次他又保护了琥珀和孩子们，这份功绩我们记下。但是，他曾经对琥珀和孩子们犯下的错，我们同样不能忘。功不能抵过，罪也不能抹杀功。我决定，苍寻将以顾问身份继续为苍氏提供情报支持，他的医疗和康复费用由家族基金承担，但他将搬到城郊的疗养别墅，负责管理家族的慈善基金会。他可以活着，有体面的生活，但永远不得再踏入苍氏集团总部和家族核心圈一步。你还好吧？我只是想了很久。琥珀，我不恨他了，但我也永远不会原谅他。让他活着，有体面的生活，是对他守护公司的报答；让他活在边缘，是对他伤害你的惩罚。恭喜，是个漂亮的女孩。你醒了，你终于醒了。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永远不分开。我们去找苍兰爸爸。苍兰爸爸，抱抱！1年前，我们经历了恶意收购的危机，但我们没有倒下。谢谢你，琥珀，你和孩子们才是我力量的源泉。爸，爸。启动反收购预案，联系所有可以联合的股东，务必守住控制权。这是我收集的所有情报，拿回去给苍兰，苍兰知道怎么用。是夫人让我带的，她说天冷了，这里风大。走吧。这位3个，这是北风集团过去3年在境外转移资产的全部记录。他们不是在收购苍氏，他们是在违法犯罪。请问这份关键证据是怎么获得的？
感谢一位不便到场的朋友。他上次在商业纠纷中救了我哥，我哥差点被北风集团陷害，背上泄密罪名，是他提供的证据翻了案。我哥说，他为了查这些资料，在车里睡了整整1个月。他以前那么坏，他伤害过孩子，他让你被阿丫欺负，但他救了我哥。我不知道该恨他还是感激他。你不用逼自己选，感激他救了你哥，恨他做过那些事，这2件事可以同时存在。哇！让爸爸看看哟，转牙了，以后可以吃糖了。想什么呢？没什么，就是觉得现在的日子真好。北风集团的威胁已经基本解除，我计划在明年第1季度启动东南亚分公司的筹建。人手从哪里来？从总部调人，那边的分公司现在是低负荷状态，调走一半不影响日常运营。怎么还不睡？等你回来，董事会说什么了？他们同意启动东南亚项目，但明年春节前必须完工，时间很紧。你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我小时候可烦了，每次开董事会我都在外面偷听，然后被苍寻揪着耳朵扔出去。你现在比他当年强多了，他只会扩张，你会稳住局面，会调度团队，还会给基层员工安排福利，这些事儿他从来没有做过。我有很多年都在嫉妒他，他什么都比我强，成绩比我好，手腕比我硬，连选择女人的眼光都比我早一步。后来我才发现，他只是比我早到而已，他不是比我强。你从来不比他差，从你第1天睡在沙发上的时候起，你就比他强了。今天教你们击剑，击剑不是比谁的力气大，是比谁的手腕稳。看好了，把剑举到耳后，眼睛盯住目标，手腕发力，顺势送出。让我试试。苍兰爸爸，你以前也像我们这样学击剑吗？是啊，我小时候比苍寻笨多了，学什么都比他慢。教我的那个教练气得差点把我赶出去。其实我真正的旗剑是当年偷偷跟在苍寻后面看他教别人学的。他教的是别人，我远远的看着，然后自己一招一招练。他从来没有教过我，后来我自己学会了。我发誓，我以后教别人的时候，绝不会让谁在远处偷偷看。苍兰爸爸，再看我刺一次。不错，明年来参加青少年击剑选拔赛。我哥让我来送这个，放那边桌上，不用每个月来。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告诉什么？告诉苍总他们你还在，他们以为你只是偶尔提供些情报，他们不知道你每晚都在帮他们监控北风的动向。上次发现北风重新布局的是你，对不对？我哥说看到过你的分析报告。我不需要他们知道，我欠的东西这辈子还不完，不是还他们看的，是还我自己的。如果我当年没有认错人，北风根本没机会会趁虚而入。那些被挖走的高管，那些差点丢掉工作的员工，是我欠他们的，是为了还这笔债。孩子们没事，都长得很好。最大的那个击剑已经进决赛了。
今天又看到白灵在练击剑，她的剑柄上沾的是城郊疗养院花园里的泥土。你们都知道，只是没告诉我。你生气吗？我今天调取了北风集团在境外转移资产的完整流水，是他整理的。那份报告，我认的那种分析的思路是他教的。他教会了白灵怎么分析对手的弱点。白灵从来没有教过我爸爸，他只教过我苍兰，但他现在身上都是他的影子。你从来都是靠自己的影子站着的，他也一样。你的影子在商场上，他的影子在数据里。你们早就不是同一条路上的人了，但你们是同一种人。我不是怕他抢走白灵，我是怕有一天那条通往疗养院的路上再也看不到他的车。怎么来了？孩子们还好吗？苍兰好吗？白灵入选了青少年击剑队，下个月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好。他从小就胆大，那块碰伤的疤还看得出吗？看不出，早就消了。那就好，这个给你，上面是我整理的所有商业资源。北边那个分公司还有2个隐藏的优质项目，西边那片地冬天也不会贬值，还有东南亚市场的风险评估报告，我都写在上面了。以后我不在了，这些对公司有用。白灵让我带句话给你，他说他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想赢1块金牌，问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奖牌挂绳。他昨晚紧张的睡不着，我给他倒了杯热牛奶，他假装喝了，其实偷偷倒掉了。你当年比赛前也这样？我那是战术性失眠。白灵胜！恭喜你，有什么想对家人说的吗？谢谢我妈妈，谢谢苍兰爸爸，他教我击剑比教自己还认真，每次我偷懒他就罚我跑圈。还有一个人，他没来现场，他以前也教过我一点点。如果你在看，我赢了这块金牌，你不用再偷偷看我比赛了，下次我来看你。苍先生，你认识这个冠军小伙子？认识。他小时候很讨厌我。怎么还不睡？我突然想到白灵夺冠那一剑，侧身闪过突刺，从下路刺入对手肋下，不是我在击剑馆教的任何一招，是他当年教过我的那一招。白灵从我这只学到皮毛，真正的精髓，他没能手把手教会我。但白灵跑疗养院那几次，他却一招不落全交给了白灵。我一直嫉妒他，到现在也嫉妒他。
你从来都是靠自己的影子站着的，他也一样。你的影子在董事会那间全玻璃的会议室里，他的影子在边关无人巡逻的小路上，那条路也是白灵放学后总要骑车拐过去看一眼的方向。主动指着不得就放任，在欲望与绝望之间，余温大家喜欢我们。正好打断一下，我家长子刚从省队赶回来，大家给他补个掌声。你今天在发布会上说的那个顾问，董事会里有人猜到是他吗？猜到了也要装作不知道，这是家族规矩。苍兰，以前的琥珀被伤得体无完肤，但没有死。他一步一步走出来，学会了说不需要，自信，有了自己的名字，自己的事业。坦然，可以不恨他，也可以不原谅他，更不用再躲着任何人。谢谢你当年在公寓走廊里给我披上衣服，谢谢你在我最害怕的时候睡在沙发上，谢谢你给他留了一扇没锁的门。那你现在有什么想对自己说的？被安安稳稳地放在心里，原来是这种感觉。